曾几何时，中国还沉醉在汽车行业第一大市场的喜悦中，谁也想象不到它会迎来如此惨淡的萧条。而就在此刻，这一切不仅悄然发生，而且蔓延速度之快，破坏性程度之深，令所有业内人士瞠目结舌。从豪车到平价本田，从新车到二手车，整个行业均陷入瓶颈，处处都是价格暴跌、市场凋敝的苍凉景象。警钟已经敲响，预示着中国经济正面临一场山雨欲来的惊涛骇浪。豪车业市场首当其冲，溃不成军。本应最具韧性的豪车业也难逃厄运，销量已然直线下滑。各大豪车品牌纷纷推出10至20万元的大幅度优惠，然而销量仍直线下滑。更让人瞠目的是，曾经端着架子傲视群雄的豪车品牌，现在一个个卖惨兜售，只求能找到买家。以宝马为例，旗下的7系列等曾卖到供不应求的车型，现在竟然整整20多个点的折扣。奔驰 GS 也不遑多让，直接降了10万元的天价。就连高端车型也难逃厄运，奥迪 Q7 直接选择平躺，保时捷更是疯狂降价，第3季度销量狂跌40%。二手车更是雪上加霜，原本期待置换升级的车主们纷纷打消念头。各地二手车市场上的豪车纷纷被砍到黑心价，却仍然滞销。曾经最热门的保时捷992二手车已经轮番砍价后，车商也不敢再收，只能采取寄卖形式清仓。原本一片欣欣向荣的豪车业，现在却如同黄昏场景，处处散发出凄凉之感。很多豪车销售小姐只得转战直播模式，然而收效甚微。业内人士无不感叹，今年是行业有史以来最惨淡的一年。传统豪华车牌也难逃厄运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这股消费寒流似乎正在扩散蔓延。曾经端庄高贵的 BBA 3大豪车品牌，比利时、英伦的精致与奢华，如今已成泡影。即便囊中羞涩的中产车主，也不再有心情在这里铺张浪费。造车大国的工匠精神与高端科技，在如今的市场上也难逃厄运。全国的豪车经销商10家9空，门可罗雀的店面无意告诉人们现实的残酷。就算是库存相对较低的品牌，也难逃价格战的洗礼。北京区域，奔驰 C 级已推出13.6万的优惠，宝马3系、奥迪 A4L 也砍到10万元的优惠，奔驰 E 级更是高达16万的优惠。短短几年间，曾经高不可攀的豪车，现在已然沦为大众化促销品。最令业界担忧的是，这类品牌已不再有底线，只求在这场消费寒流中苟延残喘。曾经的体面已不复存在，哀鸿遍野之景令人扼腕叹息。高冷的豪车品牌现在只求讨好每一个消费者，低三下四来博取单子。真正意义上，豪车业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。中产阶级囊中羞涩，却还要装逼心态。事实上，出现这种局面的核心诱因，正在中产阶级消费力的明显下滑。保时捷的惨淡就是典型写照。这类以性价比著称的品牌，本就是中产阶级向上攀比和夸饰消费的最佳载体。然而当消费力不足时，这类品牌的噱头便不攻自破。保时捷 CEO 公开称，今年不景气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消费者实在没有钱买车了。的确，2022年还要加价抢购的保时捷，如今已然大打折扣。更有甚者，3年保值率增高达 97.3% 的保时捷二手车，现在跌幅已超过 50%， 可以说是保值神话的土崩瓦解。很多车主宁愿不买，也不愿在大幅降价中购入梦寐以求的豪车，因为他们明白，一旦买入，便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光景。原本期盼的阶级爬升和攀比奢华，都已化为泡影。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，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红利正在消失，囊中羞涩的窘境不容他们再铺张浪费。子女教育、
医疗保健等长线投资正在取代奢侈消费，成为新的支出重心。而豪车业则是最早背负中产收缩负担的行业之一。未来，中国中产或将面临二次分化，一部分成功转型升级，继续攀登财富阶级，另一部分则在消费降级后难以翻身。而传统的中产消费市场是否还能回到过去的辉煌景象，现在已成未知数。种种迹象已经清晰可见，中国正进入一个艰难的经济调整期。中产阶级作为消费市场的中流砥柱，其消费能力的下降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连锁反应。与发达国家不同，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巨大，却脆弱不堪。他们往往通过高杠杆和身份套利获得短期繁荣，但面对经济逆风就难以为继。如今收割的寒冬终于来临，前些年通过各种金融杠杆和投机获得的虚富正在大量蒸发。进一步讲，这波消费市场的萎缩很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。未来随着各类库存房、廉价融资的消失，更大规模的消费萎缩才刚刚开始。越来越多打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将面临生计危机，传统制造业、服务业以及互联网行业都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就业冲击，这将导致更多中产阶级家庭被迫降级，消费能力持续下滑。与发达国家的中产收缩不同，中国情况或将更为严峻，因为大量中产还债务缠身，负资产持有者难以承受经济压力。一旦出现断崖式下滑，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。值得警惕的是，这波消费萎缩和经济下行恐将持续较长时间。与08年那场短暂的金融海啸不同，这一次面临的或是长达数年的经济寒冬。在此期间，越来越多不景气的行业将面临倒闭、失业潮以及产能过剩，并带来连锁反应。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。面对这场已然开始的深层调整，中国普通人能做的似乎很少。药方在政府，而政府的管控手段在这类经济危机中往往也难发挥作用。更糟糕的是，在这场变革中，富人可能变得更富，而中产阶级的下滑却几乎无法阻止。这无疑是对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巨大冲击。这意味着，在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中，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格局。一方面是获取了先发优势的资本富豪阶级，他们手握关键资源，可以利用变革和调整获得超额利润；另一方面则是日益下沉的中产阶级，他们手中的房产、储蓄在调整中被迅速化为乌有。这一结构性的两极分化势必会加剧各类社会问题。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可能加剧犯罪率，就业压力集中也会引发社会动荡风险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种两极分化还会加速人才外流，大量怀才不遇的精英阶层将走向世界其他地区，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硬伤。与此同时，这场消费大崩盘也严重冲击了人们的消费信心，形成习惯的奢侈和铺张被迫在短时间内全面收缩，这无疑是巨大的负面冲击。很多人可能会在这场变革中丧失对未来的信心，并陷入对前景的极度悲观。一些专家警告，如果这场调整持续时间过长，人们的消费和生育信心可能发生难以修复的严重损伤。届时，即使环境得到恢复，中国的内需市场也难以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，人口结构和消费模式都将难回到过去轨道，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速的长期疲软。眼下，这场深层变革刚刚开端，人们还难以想象它最终可能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度影响这个社会。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一切都不会比现在更好了。未来的中国经济前景似乎可以用长期压抑来形容。中国人身处变革当中，却又无力阻止变革的脚步，种种迷茫，近乎绝望。